我们继续往下看，嘿，好，那终于来看这个，我把它叫做量子空间哈，因为我们有向量空间，有代数空间，有很多不同的空间这样啊，这一个那特别用量子空间来强调一下里面的那个计算的元素，这样好，我们就来认真看下面的那个内容 ，quantum space 哈 ，quantum space 这样嘿，好，那这个 quantum space 里面我就模仿这一个我们在定义代数空间、定义这个向量空间的方法来定义一下给各位看啊，那各位就不要觉得它很奇怪啊，因为我们在修很多的那个数学课啊，包括在修 computer 的那个 compiler、什么 automata、finite state machine 啊，种种的知识里头的话，他们就会规范得很清楚这些相关的那些元素、相关的那个运算这样。好，那我们就来开始看看，我们就说好，这个我就写一个 QS。那戴教授那天跟他在 meeting 的时候，他讲说有很多符号会重复被使用，没有关系，因为在数学里面就是有很多符号都会在不同领域里面会重复出现。嘿，好，那比如说我这里有一个 QS， 好，那还有一个这个张量，那个 US， 这什么意思？这什么意思哈？那原因就是说我来定义哈，我来定义三个东西哈。QS 记得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定义一个系统，很简单，就是系统里面那一些元素、那些物件。好，那第二件事要定义系统里面那些来运算这些元素或运算这些物件的那一些运算。好，那英文可以讲说 operator 或叫做 operation， 啊，这个种种机制这样。好，那第一个我要看的就是我的这一个相关的这个元素，有没有？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所有的 quantum vector。那 quantum vector 在前面已经定义过了。这个是1、2， 1的意思是什么意思？1的意思是2维，好，就2的1次方。好，那在前面已经我们讲过几次哈，包括那个戴教授讲的时候，就是应该有强调这一块，有没有？那好了，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对于所有这个东西，好，这个好，存在一个 k 属于 n 哈 ，v 等于 qk 这样。好，那好。我这样讲对还不对哈？没关系，后面我再做修正哈，我再做个修正好了哈。好，原则上是这样的一个做法这样哈。好，那后面我再来，因为这个前面应该有定义过，我前面已经定义了嘿，在前面戴教授讲的时候应该有定义过哈。所以这个是因为一般我们玩量子空间的时候就是 C1， 我们玩的是 C1， 有没有？那 C1 就等于什么意思 ？C 的2的0次方，有没有看到？可是这个东西不在我们的范围内，我们玩的是2维哈，所以我们是先玩从2维开始玩起。好，那2维的话，你们就知道说，在前面已经知道说是有这个跟这个编织出来的，有没有？好，所以好，原则上我们就从2维开始哈。那再来的话，这个就是4维哈，所以我们就会讲这个一般的讲是 C 2的1次方。好，我再复习一下 C 的2的2次方，所以很讨厌的这个量子空间，它的成长是用指数的方式在成长，这个是量子空间里面很可怕的。那把它所有的量子里面的 quantum vector 把它连接起来，我就把它叫做什么quantum 的 QS。好，那里面的向量很明显的，它属于 QN， 好，这个很明显的这个属于 QM， 好，那这个向量如果属于 QN， 啊，那两个 tensor product 起来的话，就变成怎样？就变成Q 的 m 加 n 哈，那这样的颜色可能不容易看到。这个很明显，这个就是什么？这个是几维？好，把它写在这里，2D m 次方维。哦，那这个几维哈？好，没问题。那这个几维呢？这个是2D n 次方维。所以呢，这个就变什么？就变2D m 次方维乘上2D n 次方维，就等于2D 怎么样？ m 加 n， 这是量子空间里面的复杂的地方哦。那只要我经过我几次的说明，你们大概就可以很轻松的把它记下来。那再来什么意思？因为在后面的话，马上会再讲那个量子的计算的那些operator， 它其实每次 operator 在我前面已经讲过，它就是一个单式算子。所以呢，这个就是单式算子。2乘2的单式算子，这个是4乘4的单式算子，所有的单式算子连接起来，它就是一些 operator。你可以看到，我这边就写得很清楚，有没有 ？UN 的话什么意思
就是2的 n 次方乘上2的 n 次方大小的几正守成的集合，它本身必须是什么？是一个单式算子。哇！所以量子空间里面就是变成3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说什么呢？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那些这一个 quantum vector， 好，我把它叫做quantum vector， 就是量子向量。那量子向量很清楚就有延伸态跟那个叫什么那个叫做纠结态吧 ，entanglement， 就是说那的相关的这个应用名词它有各种不同的说法那在这里可以看到原来这就是我的向量。这是我计算1，这计算2，有没有？那这个是向量计算，这是 operator 对向量的计算。天哪，这个是向量跟向量之间的计算，那这是 operator 对向量的计算。那多出来的整个量子空间，以后你们所学到就是这些东西非常的不会很难的不会很难所以我就来看一下 quantum 的那个 quadratic form， 那中文这把它换成叫做二次形式这样所以假设我有一个n 维的向量，好，然后呢有一个 n 乘 n 的几正，那当然这个是又回到传统的符号了。那所谓的二次形式，这中文嘛叫二次形式。以前我在大学读的课本那个几个专家的那个我们还是小孩的时候，他们的翻译叫二次形式，二次不然哪一个数学专家好，所以当初我读书的时候就读他换成二次形式，二次形式这样好。那这个式子，我记得 N 年前我刚开始读它是不太熟悉，不太熟悉没关系，你就用一个小小矩阵来乘它就好了。所以原则上，这个是什么？这是一个1乘 n 的几正，那这个是什么？这是一个 n 乘1的几正。这个呢怎么样？错，这是 n 乘 n 的几正，那这是 n 乘1的几正。所以这两个做起来变成1乘 n， 那这两个再合起来就变成1乘1。所以它变成一个纯量 ，scala， 一个纯量，所以这个结果算出来就变这样的一个。那这个数学符号的熟悉度也一定要熟悉，因为包括未来你们去读很多的 optimization theory 这个 optimization 都是会用到这些符号这样好，我赶快加速一下所以呢，这个例子就给我们这个就是你再自己认真算一下，把它弄好再把它弄好，你可以看到。那我现在是真的很笨的这样。先算后面这一坨，那后面这一坨我就先算了，有没有？先算出来给你们看，就变这一坨，那变成是一个什么？变成3乘1的几正，那再跟怎么样？它相乘，哇，展开变这个式子，有没有？这个要自己细细的去推细细的去推这样好，那这个又看到了这个以后会常看到。假设 A 是一个什么 ？A 是一个对角线几正的话，你就把它带进去，啪，算了，竟然变那么漂亮。变那么漂亮，看出来是这个在线性代数里面的话，这个是非常重要包括要把一些那个高维度的那个什么二次曲线的那个几何图形，把它转成这一个标准的图形都会用到这个符号，所以这个符号你们再熟悉一下再熟悉一下。好，那好玩了，就是说空间结构里面一定要保持它的那个结构的特性，比如说这个是我的什么样，我的 QN 里面的一个量子向量，那我跟 A 做计算，会不会跑掉？跑完以后呢，它还是什么？它还是一个量子的我们叫做 quantum vector， 还是一个这个量子向量这个换成中文有时候很难讲。好了，那你可以看到，假设我今天我有一个向量它是2的 n 次方维，就变成这样，看到，那它把它表成那个叠加态。不要叠加态。叠加态里面的话，很明显就是说，这些所有的系数的这一个绝对值平方等于1这是我们空间结构的规范。好，那这个的话，它是一个量子，所以没有它是一个这个单式算子unitary， 它要满足这个条件，所以没有问题。那好了，所以这个的计算这个的计算在这里就讲过了，没有问题所以它是什么呢？2的 n 次方维乘上2的 n 次方维，那这个呢是什么？2的 n 次方维乘上1，所以算出来的结果呢怎么样？算出来的结果还是什么？还是我那边写错了，我这边写错了，他这边写错这应该是变成怎样？这个是这应该是1才对1才对好，这个我写错了好，没关系，这个赶快纠正。
那接下去就说我要证明怎样？我要证明这个算出来的向量它是好长的一个向量，好长的向量有没有？把它的绝对值平方、绝对平方加起来要等于1，嘿，那它才是一个 quantum vector， 嘿，难不难？不难哈。所以那它的绝对值的平方就变这样子，这个是，那就把它竟然算出来变 quadratic form， 那因为它是什么？它是 unitary， 所以它算出来就变成单位矩阵，竟然变这个结果，变这个结果，那它本来就是1的嘛，没有错，竟然那么漂亮的一个数学结构，所以最后的结果还是怎样？还是 OK 的呢。好，那我这样讲的比较快，但是我把它写得很清楚，你们在看它的时候再特别的去想它一下，所以这个很好玩的一个结果，这样，那搞一些小例子给你们看，搞一些小例子给你们看，有没有？那这些小例子的话，小例子很清楚，就是说我给一个 A1 是这一个 ，A2 是这一个，有没有？那没有问题，我检查一下。好，那当然，如果你们有兴趣再检查怎么样？再检查 A， 好，就是有兴趣的话再去检查什么？再去检查这个，我就偷懒了，这个我就没有检查了哈。不是，这个我没有再去检查另外一个。那理论上它2个都要检查。好，这个还要再去检查，没有？要等于 I， 嘿，这个你们自己检查了，我就不去检查，所以没问题。它属于 U1， 注意哦 ，U1 是2的1次方啊。2的1次方，嘿，好，那 A2 也是一样哈 ，A2 再检查一遍也是 OK 的哈，都是 unitary， 很伤脑筋。为什么量子空间里面的每一个算子都是要 unitary？ 好，所以这个是可能有空要问一下物理学家，他们当初为什么规范出这样的一个样子出来？好了，我来算一遍呢，随便给一个向量，有没有？没有问题，它是这一个 quantum vector。好，所以它是 quantum vector。再检查另外一个，它也是 quantum vector。所以我挑了2个向量，都是 quantum vector。那其实这个是故意让你们熟悉那个数学符号啦。好，那如果对前面的那个比较一般的符号你们弄懂就没问题。嘿，好了，我来算一遍，咻，那有没有算错？不知道，这个都是我自己去造出来的例子。算一遍，我当初在造这个例子，好烦啊，怎么那么庞大的数字？还好是1。不是1的话就要哭了，没有？只是我打字的时候很辛苦非常辛苦故意 check 一次给你们看，check 给你们看这样好，那这个再来 check 这一个有没有？你看跑出来是这个结果，那把它 check 一遍是这个 OK， 没有问题如果不 OK， 当然是一定我在打字的时候是在睡觉，没有，因为理论上没问题。那变成数据给你们看有问题，那表示是一定是我打字打错了，打字打错了所以这个。都没问题所以这个全部的 checking， 哇，这个是一样，算给他完了以后这个有没有看到？这个的 checking， 哇，这个是在 checking 的时候很麻烦，都没问题所以这个 OK 也都 OK 所以这个你们就自己再看一下了再看一下，你看等于是 A1U A1V A2U A2V 要做4次的计算所以这个结果你可以看到还好。都没问题不是太难这个你们自己在做计算这样，所以整个空间结构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这样所以我们到目前为止发现说单式算子非常重要，所以我现在已经慢慢告诉各位的一个重要性，就是说不要乍看好像很理论的一个线性代数的一些计算，那我们就要很感叹，就是说这些搞量子的物理专家。还有那些厉害的专家，因为这些书我找到都已经是快要半个世纪以上的书了那最多的是从1980年开始，就很多的人家发表的相关的这些论文跟完整的资料。那包括近10年来有更多的东西，那他们就把它叫做量子数学。那这个数学如果上天没有赋予这个量子空间完美的结构的话，不可能会出现这些数学。所以刚刚已经有看到了，我把一个 QS。所有的量子quantum vector 所成的一个集合，然后呢，透过 tensor product 计算它还是这个 quantum vector， 然后透过 unitary 的那个计算，它还是什么？还是 quantum vector， 所以空间结构不会因为这些计算就会改变的混乱这样所以很厉害。整个量子空间里面的那个量子向量就是一个什么叠加态的一个主态有没有？那叠加态一直在讲，有没有看出来？那透过计算之后呢，它还是叠加态，
那当然，如果说它是原生态，是一种什么一种 special 的那个叠加态这样，那细节我们后面再仔细跟各位做说明这样。好。